风拂荷塘，自留一抹清香。大家好，欢迎来到河上清风。我父母私人飞机失事的当晚，我被司机一家塞进了狗窝，他们妄想搞死我，私吞我父母的亿万遗产。醒醒，也不看看我是谁！我要是不把他们送进去陪那个他房顶流把缝纫机踩冒烟，我就不姓舒。我从狗窝里醒来，只觉头痛欲裂。我家的狗昨天为了救我，被沈建仁父女俩打得满嘴是血。他躺在我边上，奄奄一息，直到看到我醒来，他才哀鸣了2声，最终合上了眼帘。我不顾脸上还粘着狗屎，扑过去抱住我的狗，眼泪落在他的脸上，却刺在我的心底。我知道，陪伴我8年的狗，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那毫无人性的虐狗凶手，就是我家的司机，以及他那个白眼狼女儿。沈建仁是我表舅，也是我父母唯一的亲戚。这些年来，我把沈诗诗当成亲妹妹看，但凡我有的东西，我都会给她准备一份，哪怕上华清，我也是毫无保留地教她，和她一起进步，共赴名校。直到昨晚我被安眠药弄迷糊了后，亲眼见着他用木棍把狗屎涂在了我脸上，我才明白我自己蠢得有多可笑。今天是华清注册报到的最后一天，把狗埋了后，我顶着满身污泥，想回房里换身衣服。可是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入我100多平的高奢风卧室内时，我双目瞪大，我屋子是进了强盗了。所有衣柜都被打开，衣帽间、化妆台上品相好的东西统统不见了。我10万块买来的意大利手工床垫，被人在上面泼了黄色不明污渍。我翻找了一圈，终于在我家门后的人工湖里找到了我穿过1、2次的新款女装，足足100多件，损失远超500万。而我买来连标都没来得及剪的衣服，跟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在我家1000方的别墅内。屋子里所有佣人都被辞退了，包括我上个月刚从国外空运来的定制版法拉利，也从我的车位消失得无影无踪。联想到今天的日子，我似乎知道了，我这些东西现在到底在哪？我的银行卡，连同50万的爱马仕都被人拎走了。我身上除了一部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备用机，什么都没有了。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深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孤军作战。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我男朋友，顺着记忆，我拨通了林琛的号码，隔了足足1分钟，对方才接起。舒瑶，你恶不恶心？一个司机的女儿，非骗我说自己是有钱人千金，你这种女人，虚荣心怎么这么强？林琛，你把话说清楚，谁骗你了？我明明就是。林琛打断了我的话，行了，我这半年在你身上砸了至少5、6千了，你这么会装，就去红灯区找干爹，先把欠我的钱还我。5、6千，干爹，他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被气得脑袋轰鸣，正要开骂，沈诗诗腻歪的嗓音就从听筒里传来：阿琛，你好坏呀！你凶我家司机的女儿也就算了，你这手还这么不安分，总是乱摸人家，你这小东西！沈诗诗，哎呀，你好好开我的法拉利了！下一秒，我听到了2人在密闭空间打波的声音，我被呕得差点当场去世。我看了眼倒映在湖水中的自己，惨白的嘴角缓缓的、慢慢的勾起了一道渗人的弧度。呵，这表舅一家是想弄死我，再一步步的转移我家财产。我父母假死是为搞商战，谁知却炸出了这2个贱东西。7天后，我父母的大计就完成了。笑吧，再可劲的笑吧，因为7天后就是他们的死期。见鬼了！我家的大牌包包、行李箱，就连名牌包装袋，竟全都不翼而飞了。没法，我只能从客厅找来了4个超市袋，然后从快递收纳间里把我还没来得及拆箱的化妆品导了出来。收拾妥帖后，我赶往华清。或许是我的东西太重了，到了华清门口，我的袋子竟撕拉一声从中间裂开了，东西散落了一地。有一个捡垃圾的老奶奶看我可怜，竟然好心把她手里的蛇皮袋送给了我。
我反手就给老奶奶一个小手链，不贵，也就5000多块。我扛着蛇皮袋，走完入学流程后，就赶往我的宿舍。才刚推门，我就被一地的奢侈品包装袋挡在了门口。大学校园禁止攀比，到底是哪家千金这么招摇？我一抬头就对上了那个偷穿我香奈儿小碎花裙，打扮得跟个花蝴蝶一样的沈诗诗。她见到我也很是意外，一张脸憋成了屎黄色。她或许没有料到，我吃了他们塞给我的安眠药后，竟然能醒那么快，甚至在他们故意锁上别墅大门，让我插翅难飞时，我竟然还能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这。我一脚踹开了地上的 LV 行李箱，想要走过去给这个女人吃巴掌，可我的前男友却跟条狗似的冲出来，狠狠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谁让你跟到这儿来的？杀气腾腾的，是想伤害诗诗？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见不得我和他一见钟情，所以特意找过来想欺负他，是不是？我冷哼，眼里迸射出寒光。一见钟情，原来出轨还有这么新奇的说法。林琛，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林琛咬牙，居高临下地盯着我，别胡说八道，我能和你在一起，也是被你骗的。还有，我劝你要点脸，48小时内把我在你身上花的5289块还我，不然我小指一按，他的支付宝就收到了到账5300的收款信息。我直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我们恋爱半年，你前前后后一共在我身上花了5289，我还你了。那么，请问我在你身上花的586780元，你准备什么时候全款还给我？我从我的蛇皮袋里掏出了事先准备的账单，直接甩在了他脸上。林琛面上倍感无光，将我的账单捏成一团，咬牙切齿：“你发什么疯？那些东西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再说了，谁知道你那钱怎么来的？说不定就是偷诗诗的东西典当来的。”后知后觉的沈诗诗立刻含糊地应道：“对呀，舒瑶，我不介意你是我司机的女儿，还把你当成亲姐姐，让你随意进出我房间。只是这几个月，我衣柜里的包包和抽屉里的钻石，肉眼可见的少了很多。不会真是你拿的吧？”配合沈诗诗一身的珠光宝气，她恨不得把国际大牌统统往寝室里塞，甚至于10块3卷的抽纸都恨不得用 LV 纸袋装。同寝室的另外4个妹子都对她的富豪千金身份深信不疑，落在我身上的目光越发的尖锐。我望向沈诗诗：“你不会真以为天不会亮吧？你和你爸这2天在别墅里干的一切，可都在监控里摆着，只要我想，随时可以送你们出殡。”沈诗诗被吓了一跳，脱口而出：“你别想唬我，那周围根本没监控。不好意思，我闲得无聊，在狗窝里装了一个，而好巧不巧的，刚好拍下了一些很行的画面。果然，我一说完，沈诗诗就慌了，说自己肚子有点疼，然后躲厕所给他爹打电话去了。我也没闲着，一双眼死死地盯在渣男脸上。现在该轮到你了，你确定我和你谈恋爱是我哄骗了你？我冷笑着从蛇皮袋里掏出第2叠证据，那是这半年来林琛填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每句话都很暧昧，很主动，一整个舔狗。我就是太单纯，没见过世面，才会着了他的道。在聊天记录上，我圈出了他在劈腿的当天早上还在给我发亲亲想我的小图片，什么心肝宝贝，想和我结婚的情话，就跟拼夕夕不要钱似的，满屏都是。林琛看了一眼就面色拉黑，警告我：“我劝你适可而止，再敢诽谤我，我就让你又想报警要挟我了。”行啊，今年夏天这么热，40多度的，是该去警局喝茶冷静冷静了。我说着，从蛇皮袋里掏出满满一叠的证据，走向阳台。10秒钟，把我花在你身上的586780元一分不少的还我，不然我就让全校同学都来看看你林琛，不仅学习优秀，
连劈叉姿势都是那么的天赋异禀。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他双瞳赤红，气急败坏地朝我吼道。我白眼一翻，开始倒计时：10、9、8、7。他终于急了，知道了，钱我会还你的，但是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我撇嘴打断：那就先把我送你的这一身衣服还我。这一身是爱马仕，但是我担心他有负担，还故意剪了标，骗他说这是我在海澜之家1000块买来的名牌。他对名牌没研究，但是1000块还是成功取悦到他了。当晚带我吃麻辣烫，还给我多加了5块钱荤菜，可没把我感动坏了。我思绪回笼，越发觉得恋爱时的我就是个傻缺。我无时无刻不想穿回去给自己2个大臂兜，不就是破海澜之家吗？谁特么稀罕了？老子现在就还你！林琛自尊心极强地脱掉了我送他的衣服，轻蔑地瞪了我一眼，拔腿就想远离这个是非的。别走啊 ！CK 内裤也是我买的，你忘了？林琛张嘴就想骂，我优雅地抖了抖手上的证据。6、5、4，操！你这个贱人！我早晚让你付出代价！林琛骂骂咧咧地脱掉了裤衩子，在众人的尖叫声中，他出名了。从此以后，他身上多了一个昵称——3厘米。华清生的目测能力还是很精准的。不过，这一切都不过是开胃小菜。等沈诗诗黑着脸从洗手间出来时，我知道4笔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沈诗诗虽然贱，但还不算太傻。和他司机爹打过电话后，他已经反应过来，我刚刚就是在骗他。舒瑶，你耍我？对啊，你跟我住一块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我平时逗狗用的都是这一招吗？何况他还猪狗不如，说他是条狗，都有点侮辱狗了。沈诗诗气得牙痒痒，在得知她抢来的男朋友以3厘米出名后，连同她这个小三都跟着被指指点点。他瞪我的眸子里都快喷出火来，而我这会儿没戴澳洲 Lakeuse 蒸汽眼罩，不想让这狗玩意儿侮辱我的眼，所以没去看它，而是将它乱放在我书桌上的东西一股脑丢进了垃圾桶。沈诗诗憋着一口气，足足30秒，终于嘤的一声发起大招，真是让大家笑话了。她就是我家司机的女儿，嫉妒我，所以一个劲的抹黑我。我也是受害者，我根本不知道，我男朋友还和她谈过恋爱。她受伤的掩面控诉，见室友表情有点动容，她乘胜追击，将从我化妆柜里偷来的名牌护肤品一套又一套的送给我的4位室友。天哪，是 SK2，一套好几千呢！诗诗你人也太好了吧，竟然送我全套兰蔻，我也有，我是雪花秀 A， 我早就想买了。可是我一直不舍得，真的爱死你了。只有一个御姐系的美女坐在边上边上妆，边说了一句谢谢啊。我看了眼御姐随意搭在书桌上的 Prada Double 中号手袋，就知道她背景不简单。她这种有钱人不屑于捧臭脚，但是另外3个妹妹得了好处，就换了嘴脸，学着宫斗剧里的丫鬟，尖酸刻薄的阴阳我。诗诗你脾气怎么会这么好？要换成我，早把这种阴阳怪气的白眼狼给送少管所了。是啊，看看他背的什么玩意儿，那蛇皮袋都发臭了，都还舍不得扔，穷酸成这副鬼样子，还有脸抢你男朋友？我一脸黑人问号号，一只寄生虫而已，还有脸缠着你一起来划清，可真够恶心的。我们以后还是离这种心理变态的人远点吧。你们别这么说舒瑶嘛，她是单亲家庭，他妈当年跟有钱人跑了，不然也不会变成这样，挺可怜的。我们少说2句吧。我去，小三的女儿吧，怪不得呢，可真够晦气的，和她分在同一个寝室。诗诗，你不愧是有钱大小姐，性格真的太好了。哪有啦？沈诗诗笑得人畜无害，我被气笑了。沈诗诗到底是有多阴暗，能面不改色地把她的家庭遭遇安在了我头上？我直视着我的室友们，这群人拿着我不要的东西，还一个个蹬鼻子上脸的。那些护肤品我就用过1次，嫌太便宜就落灰了，
也得亏了沈诗诗七窍玲珑心到能从我箱子里一套一套的翻出来送人，我都替她害臊。但是我懒得点破，开封超过1年的东西，谁用谁烂脸。毕竟好戏才刚开场，第2天新生就开始为期2周的军训。我站在烈日下，汗如雨下。沈诗诗因为白富美人设凹得太过逼真，导致班里的男生都骨子里按捺不住的想对她示好。男生站前2排，女生站后2排。短短2个小时时间，已经有3个男生偷偷挪位置给沈诗诗挡阳光，被教官发现，而被教官命令出列跑1000米。他们虽惨犹荣，出列前还和沈诗诗互抛媚眼，没把我看晕了。没了护花使者后，沈诗诗开始作妖，咬着唇，对教官欲拒还迎的说好累，那声音酥麻到骨子里去了。不过教官刚正不阿，高声呵斥，让他站军姿。可是教官，人家真的很不舒服了，军人讲话都要气吞丹田，收起来你这恶心的腔调。噗嗤，我实在没忍住，笑得最没心没肺。由我带头，队伍里的笑声越发憋不住，倒是沈诗诗皱眉瞪着我，都给我安静。教官正要发怒，辅导员来了，不知他在教官耳边说了句什么话，教官竟然喊沈诗诗去边上阴凉处休息。我奇怪死了，可当我不经意瞥见了辅导员腰上的爱马仕皮带，我无语了。这不是我爸用来遛狗的皮带吗？上面还有一排不规则牙印，极具设计美感。从辅导员满心满意地帮着沈诗诗的狗腿样，我又一不小心挖掘到了沈诗诗无与伦比的打点能力。我高声道：“辅导员，我也想休息。”你胡闹什么？沈诗诗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才休息，可是我现在也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辅导员大概提前调查了我，也可能是沈诗诗送皮带的时候已经给她洗过脑了，所以她全程对我冷眼相待。你一个大一新生，是社会未来的栋梁，这点小苦小累都经受不住，我看你也不必再在华清读书了。您说的很有道理，全校上千新生都在军训，就他一个人能乘凉，肯定是因为他得了绝症是吗？我觉得有病还是得休学去治，可千万别给耽误了。沈诗诗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辅导员，你看他，我就说他处处看我不顺眼，一找着机会就爱数落我。沈诗诗这俩音不发配到弯弯卖槟榔，真的可惜了。辅导员抢起了教官的活来，对着我横眉竖眼的。我们华清大学绝对不能存在这种歪风邪气。你就是舒瑶吧？给我出列1000米，跑不完就别想休息。沈诗诗得了便宜还卖乖，舒瑶好歹是女生，1000米会不会太多了呀？辅导员看了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想放什么屁，下一秒就道：别想帮这种学生说好话，2000米1米都别想少。我看到了沈诗诗的冷笑，我嘴角微勾，装作无意的请示教官：教官，军训期间应该听您的命令，还是听辅导员的命令？当然是听我的，遵命教官。您是我唯一的直属领导，在军训期间，我只听您的命令。我大声吹了一波彩虹屁，然后站在队列里一动不动，把辅导员和沈诗诗当成一个屁给放了。辅导员急了，进队列来拉我：目无尊长，你这种人到底是怎么考进华清的？呵，目无尊长，他这样的谄媚之徒，给我提鞋都不配，还尊长？我轻蔑的冷笑，彻底惹火了辅导员。他呵斥：舒瑶，今天我话就搁在这里了，2000米罚跑，还是全校通报批评，你自己选。我嗤之以鼻，顾左右而言他：辅导员，你的爱马仕皮带好漂亮啊！无数道目光聚集在他的啤酒肚上。我自说自话，原来辅导员工资已经这么高了，8万块的皮带说买就买，而且权力也好大哦，还可以空口让人吃处分呢。我可太羡慕了，我毕业以后也要留在华清做辅导员。讲完，他脸都绿了。
你别血口喷人，看来是我误会了，也不能全怪我。我刚看你处处为沈诗诗说话，我还以为这8万块的爱马仕皮带是他送的，所以你才非要喊我跑2000米，哄他开心呢。我点到为止，没再深入。但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已经带着探究，华清生可都是人精，这弯弯绕绕的，一点就破。不是，同学们，皮带是我在网上买的盗版，就200块，你们别多想。他力挽狂澜，而我那个御姐室友很适时地飘过来一句：“真有品味，确实是真货。”爱马仕金色拉丝双面皮带。新款官网售价88288元，江兰是出了名的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富二代。他过奢侈品的双眼比验钞机还要灵，风向大转，辅导员脸上汗涔涔的，不管怎么解释都没人鸟他半句。我看他可怜，摇着头帮他说了一嘴：“辅导员，我觉得你可能被某些人骗了吧？你看皮带上还有狗牙印呢。”也难怪，只值200。辅导员低头一看，脸色渐渐铁青。我乘胜追击，按说起来，我还不知道沈诗诗同学到底是得了什么大病。这病条是您用嘴帮他开呢，还是我请校医帮他开呀？您说，待会若是校医查不出他必须请假的原因，这闹到上面去，我到底该说是他在欺骗，还是您滥用权力呀？辅导员捏着拳，指桑骂槐。我看你站得好好的，没病就别给我耍小聪明。军训只有一次，谁都别想偷懒。沈诗诗又被骂进了队列里。我向来睚眦必究，他害得我差点要跑2000米，而且我冒着这么大太阳，本就渴得要命，还要和辅导员唇枪舌战，仅仅让他回队列，未免太便宜他了。我钮祜禄舒瑶。可不会就这么算了，在新生军训期内耍小聪明，想要装病休息，这按照军训纪律是要被罚跑2000米的。我意有所指，沈诗诗破口大骂：“你别得寸进尺！”我看向教官，教官，您觉得呢？沈诗诗出列2000米，沈诗诗当场哭了。教官，您不能这样，我就是身子不舒服，想休息而已。而且我都没来得及修就背。教官厉声道：“3000米！”沈诗诗立刻闭嘴，委屈且狰狞的表情，恨不得将我一口一口撕碎。沈诗诗在大太阳下憋屈狂奔的时候，我笑弯了一双眼，真以为全世界只有沈诗诗会打点关系，笑死！我爸从商几10年，可不是白混的，早就给我打点好了。沈诗诗随便作妖。我上头有人罩着，就连教官都是我的人，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沈诗诗跑完3000米后，总算是消停了2天，但是狗永远改不了吃屎，它安静了2天后，彻底变态了。而导火线在于我那3位室友的脸集体过敏，他们去校医室被告知是化妆品严重过敏，再加上多日太阳暴晒，他们仨都快毁容了。怎么会这样啊？沈诗诗也慌了。诗诗，我们这几天用的都是你送的护肤品，你别告诉我，你送我的 Sky2是假货吧？不可能，绝对是真货。不信你们去专柜验货，可把他能的，偷别人的东西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的。我懒得掺和，正在敷我1000块一张的面膜做晒后修复。沈诗诗被3人围在了床边，在华清室友的质问下，沈诗诗咬死不认假货。其实按我对她的了解，她是怕自己白富美的伪装被戳穿，所以这一次只能默默咽下。但是我还是低估了她。她和那3个室友解释了几句后，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我。一定是舒瑶，她开学前就住在我家别墅，而且我也和她说了，我会把这些口碑护肤品送给我的新室友。他这种善妒的人，心思恶毒，肯定是趁我不备，把送你们的国际大牌换成了山寨货，然后让我和你们关系闹僵，这样他才会舒坦。我一整个惊呆，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军训后可是要去学生会文艺部的，你把我害成这样，就是想毁了我。我要去找辅导员，
我要让你这种心思恶毒的女人退学。对，退学。我是真绷不住了。这3个女人靠什么考进华清的？想象力吗？我呼出一口热气，顶着面膜，面无表情道：证据呢？证据就是我们这只有你一个人会做这么不要脸的事。对，诗诗家这么有钱，绝对不可能送人假货，所以很显然就是你从中作梗。我这宿舍真多待1天，都是在挑衅我的忍耐力。我低调，我隐忍，我想等我父母计划成功，死对头，拿下集团公司所有股份，再嚣张的踩爆沈诗诗狗头，然后一个人坐拥市中心288平的顶级大平层，不和这4个智障一般计较。可是，在沈诗诗一个箭步，用她的脏手扯掉了我好不容易托人抢来的神仙面膜，我真他妈的是忍不了。舒瑶，你偷我面膜，我都不和你计较。现在你犯了错，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真以为我是好惹的吗？这件东西竟抢我台词，快和珊珊他们道歉。我说了，拿不出证据你就别给我唧唧歪歪，再多说半个字，我现在就报警，看警察来了，被抓的到底是谁？你吓唬谁呢？明明错的就是你。他支支吾吾，是吗？同学一场，我先提醒提醒你，你刚刚毁掉了我价值1000的面膜，那我顺便再给你安一个毁坏他人财产罪，1000块，刚好可以去拘留所待个3天，这样连军训都省了。你可别太感激我呀。他跺脚，恬不知耻地道：什么叫毁坏？这面膜是你偷我的，而且我就是撕下来，大不了送给你，你继续贴，反正你皮肤保养的再好，都依旧只是一个司机的女儿。我晃动手机，不好意思，这面膜是我3天前海淘的，有订单信息。另外，我刚拍下了你犯罪的全过程，你就自求多福吧。我当着他的面摁下110 3个键，他彻底慌了。算了，我不想和你一般计较，你这种人，老天爷迟早会收了你。哟呵，这人是 cosplay 上瘾了，抢我人设也就算了，还接2连3抢我台词。沈诗诗大度的放过我以后，就跑去安抚那3个室友。外面狂风暴雨，我不想劳烦警察叔叔大晚上冒雨来收拾这种小角色，打了个哈欠，准备放他一马。谁想我终究是错付了。午夜3点，我们寝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我差点从床上滚落。而更让我无语的是，沈诗诗这次是真开大了，看来是想找我玩命了。辅导员和宿管阿姨大晚上冲到了我们寝室，就连我们化学系教授都被请来了。沈诗诗哭了整整2小时，核桃般的大眼睛下，那密集的红点蜿蜒曲折，跟蚯蚓似的爬满她的脸颊。就是她大晚上趁我没注意，在我护肤品里放毒药。我现在变成这样子，你满意了？沈诗诗边哭边瞪我，丑到我心疼。化学系教授拿着仪器确认了一番，然后点头道：是一款腐蚀性化学物，无色无味，沾到皮肤就会腐烂。沈诗诗很恰巧的随手一翻，从我抽屉翻出用剩下的腐蚀物，我就知道他给我下完毒后还来不及毁尸灭迹。另外3个女生见到我这么阴毒，也跟着七嘴八舌的告状，非说我白天刚毁了他们的脸，晚上就歹毒的毁了沈诗诗，张口闭口就是喊我退学。辅导员带着我爸腕带上有个小爱心的劳力士，一如既往的开始卖弄他的职权。行了，都给我住嘴！现在证据确凿，舒瑶你明天就跟我去办退学手续。凭什么？辅导员，凭你毁了他们4个人的脸，凭沈诗诗从你抽屉翻出了你作案的工具。我暗骂一句，就凭沈诗诗的一句话，你们就认定了我是凶手。那按照这个推论，辅导员你手腕上戴着我爸的劳力士，我是不是可以认定为你去我家偷了我东西？我铿锵有力，辅导员脱口而出：胡说八道！我这手表明明是沈，但毕竟老狐狸，他极限刹车，咬紧牙关，开始给我洗脑。你家穷，
身世也不好，都不是你能选择的。但是沈诗诗父母对你这么好，你还处处找他麻烦，这品德真的不配留在华清。你好自为之。”他捂着劳力士，想要快刀斩乱麻结束这场闹剧。沈诗诗抽噎道：“我不会就这么算的。”他回我容，绝对不能只是退学那么简单。话音刚落，警察来了。在辅导员和沈诗诗的一唱一和下，警察请我去警局喝茶。这一刻，我心是真凉透了。我好歹首富女儿，我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可是我一旦被带走，我就会上华清头条，我不要面子的呀。可是我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无罪，现在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正想掏手机给我装死的老爸求助，让他赶紧把金牌律师给我派过来弄死沈诗诗这狗东西。一部新款13毫无预兆地落在了警察脚下。御姐江兰打着哈欠，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大晚上手滑了。”她说着抱歉，却没有起身去捡。倒是188的警察同志弯腰了，可当他拿起手机后，却转身靠住了沈诗诗，配着沈诗诗瞪如铜铃的双眼。我怀疑他坏事做多，所以大晚上见鬼了。但是当警察将手机里循环播放的偷拍摆在了我们面前时，我直呼好家伙，沈诗诗为了陷害我，竟然趁我洗澡的那会儿功夫，把不明液体滴在了自己的面霜里。做完一切后，还将剩下的半包东西塞进了我书桌，而这一切刚好被江兰录在了手机里。我怀疑江兰是我祖宗，次次护我周全。你怎么是这种人啊？他的3个狗腿子开始倒戈，对他指指点点。沈诗诗不断挣扎：“我是被陷害的，这视频肯定是处理过的，上面的不是我，你们弄疼我了，给我松开！”见没人理他，沈诗诗已经开始破罐子破摔。就算下毒药的是我自己，那我也是自己给自己下毒。我犯什么罪了？倒是你，舒瑶，你把他们仨的脸毁成这样，今晚该被抓走的人就是你。3只小狗腿又齐刷刷看向了我，似乎深信不疑。半夜5点，我头痛欲裂，不想和这群傻子浪费口舌了。我快刀斩乱麻，在张嘴前先去专柜验货，顺便你们再回忆回忆，你们这周开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上面连个塑封都没有？别不是拿了别人用过的东西，还感恩戴德的当他的狗，真的怪可怜的。很巧，宿管阿姨年轻时当过大牌美妆店的导购员，平日里总有学生去她房里讨论护肤心得。这会儿她一句：“这些全是正品，可能就是开屏时间太久了，颜色泛黄，不太新鲜了。”3个狗腿子总算是清醒了，恨不得用口水把沈诗诗淹死。大晚上我们寝室吵得厉害，很快沈诗诗送人过期护肤品的名声远销华清。当然，她没法第一时间知晓这个喜讯，因为她被警察以报假警以及诬告陷害罪连夜带去拘留了。太阳照常升起，军训的号角声中，我看桌边上的江兰，恨不得来个亲密贴贴。江兰，真的谢谢你，你帮了我好多次了，别放心上。我早就看那炫富精不爽了。我知道沈诗诗被关的几天不过是短暂的平静，沈建仁已经开始卖弄我父母的资源，想把他女儿捞出来。距离我父母凯旋归来只剩下最后3天，我知道我该出手了，不给那对父女任何苟延残喘的机会，直接送他们出殡。我有些厚脸皮地挽住了江兰的胳膊：“姐妹，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我在华清一战成名后就不装了，直接摊牌玩高调。你别说，江兰很是靠谱，给我找来的这个188长腿帅哥非常极品。他每天都会开着豪车出现在校门口，手上永远拿着各种鲜花和礼物，然后带我去各种高档餐厅吃饭。我嘴上吃着法式鹅肝，手上还举着手机，凹各种美美的造型。镜头里忽而出现了一抹高挑的身影，男人弯腰，纤长的手指附在我的唇角，
轻轻擦拭，深邃的眼眸一瞬不瞬地望着我，如此近距离的对视，让我心跳加速。他嗓音暗哑，有些脏了。我慢半拍的回应：“哦，那个，你好。”我好像没说什么吧？他好什么好？我狐疑地与他对视，而他却是极其自然地揽住我的腰，唇角就贴在我耳边：“宝贝，你说什么哥哥都答应，所以能不能别故意勾引哥哥了？”我急不可耐地否认：“我没，你有，要不然你怎么会连吃饭的样子都这么诱人？”我被聊得迷迷糊糊的，回来后抱着他赠送的各种奢侈品，在宿舍茶里茶气地说：“那个富二代追我下了血本，真的给太多了，都有点负担了呢。”手上却是很娴熟地把我的 Tiffany 美钻、香奈儿高级成衣、爱马仕包包摊在了我宿舍床上，可没把我室友们羡慕坏了。自从他们发现自己着了沈诗诗道后，都有些理亏，见了我小心翼翼的。我大方地将我的爱马仕丝巾、海蓝之谜套盒、LV 水桶包送给了他们。他们接下后，激动而雀跃的恨不得把我抛空中。我可不是以德报怨的人，我愿意送他们东西，就是为了我的计划。我看着从拘留所回来的沈诗诗的目光愈发的炙热，甚至还趁我不在翻看我手机。我知道猎杀时刻终于到了，我先找了个机会，故作紧张地给沈建仁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父母空难后，我的私人邮箱总收到恐怖的死亡预告。我担心是因为他们知道公司财务的章就藏在我床头柜下面的暗格子里，所以故意来试探我，要挟我。可我只想好好念书，不想管商场的事。我只有沈建仁的电话，我想让他帮我把章偷偷送到银行保险柜里，别被任何人发现。为求逼真，我还故意提了一句，说那天我被人塞狗窝，关在别墅里，会不会也是那帮人在使坏？那天给我塞安眠药的是沈建仁，但是他塞得挺小心的，他误以为我没看见，也可能是我财务章的惊天秘密，让他整个人都激动住了。他也不顾旁的，就连他女儿几天前刚被我送进去，他都没好意思提半句，而是郑重其事地和我承诺：“放心吧，大小姐，这个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妥。能不妥吗？这玩意儿放古代，可就是玉玺，谁拿到，谁就拥有了半壁江山。”我冷笑一声，然后掏出手机，登录我的微信小号，通过了沈诗诗的好友申请。我的小号是一个帅哥的头像，没错，我这2天为了演戏，整个人都跟精分似的，一会儿假装男人，一会儿假装女人，2个微信号发来发去的，把我自己都恶心到了。而这小号的主人扮演的就是我高富帅男朋友的角色。我躺在床上，看着我斜上方的沈诗诗不断调整角度，给自己录点东西出来。没一会，我就收到了他的招呼：白天答应你的自拍照图片 JPG， 图片上是他搔首弄姿的睡前姿势，看似随意，实则处处透着心机，就连睡衣选的都是黑色小蕾丝款。我发过去3个问号，我们认识。沈诗诗故作惊讶地发了段做作的语音给我，撒娇而甜腻：“哎呀，我发错了，我以为你是我室友，问我要新买睡衣款式来着。”卖萌 JPG。 见我高冷不回应，他又道：“你把我照片删了吧，不然我紧张的睡不着觉。我从没给男生发过照片。”真的好做作，我都看硬了，拳头硬了。我搁下手机，懒得理他，而是用我本尊的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仅沈诗诗可见。今天我家亲爱的真的太霸道总裁了，都快把整层商场的奢侈品女装都买来送我了，真的塞不下了。嘻嘻，我才不想承认。他看我穿这套价格不菲的星空，整个人都快把我扑倒了。我设了一个9宫格美照，是我提前布置好的衣帽间，里面重新摆满了各种奢侈品，正中央的星空碎花裙镶满了碎钻，宛若万千星辰坠落凡尘。果不其然，在沈诗诗等不到我回复后，她在床上辗转反侧，
直到他刷手机，看到了什么，焦虑的目光瞬间变得极度异常，犀利的目光划破气流，与我在空气中交汇。我挑衅一笑，然后当着他的面，冲着我手机假装回了一句语音：“亲爱的，又是爱你的一天，木马。”下一秒，我听到了重重的捶床声音。第二天是周日，难得不集训，休息的大好日子，也是我父母王者归来的日子。我知道我终于熬到头了。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沈诗诗咬牙切齿的注视中，给她下了一剂猛药。那是我整个计划能否成功的最关键一环。我咬着唇，羞于启齿地告诉我的室友们，今天是我高富帅男朋友的生日，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决定在今天给他一个惊喜。我打算穿着他从法国空运来的星空裙，然后去他特地订的总统套房找他。为了给他惊喜，我已经和酒店管家说好了，短暂性的切断顶层总统套房的电源。而我就是我男朋友的星空，没错，我那条发朋友圈的裙子，因为镶着碎钻，所以在黑暗环境下会发光。到时候，我男朋友肯定会爱死我。然后说到这，我娇羞地咬着唇，被我收买的室友自来熟地拍了我的肩：“看不出来呀，你真的好敢呐！我要是男的，肯定要被你勾得神魂颠倒。什么时候我也能被有钱人看上？而且还是被这么帅的高富帅看上。”马屁精们拿了我好处，一个劲地给我吹彩虹屁。而边上的江兰随便张了张嘴，更是神来之笔，记得做好措施。我娇羞回应：“讨厌啦。”然后从包包里取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将房卡掉到了地上。我确定了，正在拨弄指甲的沈诗诗绝对看到了这张房卡。做完一切后，我便借口说先去趟美容院，等变得美美的，晚上8点再去找我男朋友。虽然我男朋友说7点就在房里等我的生日惊喜，但男人嘛，总得让他多等等。就连做作的台词都是我精心设计过的。别说，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今晚的大戏了。沈诗诗犯起贱来，从不让人失望。半个小时后，我手机新安的监控软件上便出现了有人闯入我别墅主卧的探头提醒。我一边给自己涂着美甲，一边看着他跟蝗虫似的把我的衣服翻了一个遍。找到星空以后，便迫不及待地当着摄像头换上，还对着我的落地镜不断地挤着他的沟。这还没完了，连姿势都摆弄了好几个。我以为这已经是他的底线，没想到这种人根本没有底线。也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竟然从外面拿来一把剪刀，把我衣柜里新摆上的衣服统统剪得稀烂。我虽然不缺这点钱，可是我见不得人无耻到这个境界。哪怕他穿着我的星空，扭着腚招摇地离开了，我的胸膛依旧起起伏伏。要不是现在是法治社会，我真想干净利落地送这个女人下去投胎。我远程查看我法拉利的行驶路线，我知道他现在正猴急地赶往总统套房。那么接下来的精彩画面，要是不亲眼去瞧瞧，可就真的枉为中国人了。我在总统套房无死角安了4台监控，如我所预料的一般，沈诗诗偷了我的房卡，提前1个小时抵达战场。200方的套房里，我找管家提前切断了电源。黑漆漆的，贴心的，我还斥资10块钱，在拼多多买了贴地的水晶小灯。沈诗诗跟随着爱的指引，很顺利地抵达了卧室。她为了假装是我，所以肯定不敢发出声音。在高清夜视监控前，2个身影无处遁形。沈诗诗扭捏地扑到我事先为她准备的男人怀里，一句话未说，就开始踮脚吻他。前后不过3秒钟，2个人就滚在了一起，战况相当的哇塞。直到我听到了撕拉的声响，我明白现在就是收网的时候了。滴滴一声，管家帮我们把总统套房的门打开。与此同时，现场灯光亮起，宛若白昼。在沈诗诗和林琛惊恐的目光中，警察蜂拥而入，抱头、蹲下、扫黄。沈诗诗先是抱头尖叫，等看清身旁和他滚得不可开交的男人的脸后，嗓门声都快刺破苍穹：“
啊，怎么会是你？靠，是你！两个人异口同声，可现场没留给他们太多解释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被警察扣上。你们干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干！林琛大吼。警察把一部手机丢到了林琛怀里。这是你3天前和网上一个名叫富婆的女人的 K 房聊天证据，相册里还有你们的交易转账记录。证据显示，你们的交易地点就在这个房间，人证物证齐在。现在，我将以涉 H 卖 Y 罪逮捕你，带走。我站在边上，在线吃瓜，吃得我心跳加速，实在是太刺激了。林琛被沈诗诗甩了后，就一直在网上抹黑我，各种污蔑毁坏我的人品。更恶心的是，他还偷偷给混混塞钱，想让他们来玷污我。我反手给了混混3倍的钱，才逃过一劫。而林琛这么下贱，我自然不会放过他，所以我才设了今天这么一局。我提前找国外大佬用一个小号吊着他，朋友圈各种爱马仕、兰博基尼、别墅、飞机和大平层。林琛这种人本就嫌贫爱富，刚好情场失落，有钱人随便勾他一下，他就上当了，甚至还以为自己被富婆给看上了。我见时机差不多，就让国外大佬给他打了女票资，聊天证据加转账记录一起，够林琛喝一壶的。林琛有苦难辩，在被警察带走前，他看到了我，龇牙咧嘴的想扑过来。是不是你？肯定是你陷害我。我冷冷一笑，一不小心就把我和小混混的聊天录音发给了警察。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要帮帮我。他这种人不仅自己私生活不检点，竟然还心思歹毒的勾结小混混，想要来强拒我。我瑟瑟发抖的交出证据，林琛骂骂咧咧的刚要开口，就吃了警察一警棍。他眼底赤红一片，如从地狱爬出来的鬼魅。可那又如何？我轻蔑一笑，这种烂货，这几年别想从牢里出来。沈诗诗还在那嚎啕大哭，哭诉着自己是冤枉的。她才不是什么富婆，她就是走错房间了，才被这个男人给。我二话不说，把套房里的监控也双手呈给了警察。当然，沈诗诗这种货色，绝不能给他轻飘飘安一个出来卖的小罪名。警察同志，请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私人财物的行为，该被判几年的有期徒刑？看盗窃数额，至少5000万。我说，舒瑶，你别血口喷人，谁偷你东西了？这衣服是我从我家拿来的，我拿我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犯罪？噗嗤，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从我的 LV 包包里掏出了房本。那别墅到底是谁的家？你要不要睁开眼看看清楚？沈诗诗沉默，之后又无耻地嗅着下线。行了，大不了我把衣服还你，谁要偷你东西了，是你自己不要穿，我勉为其难随便穿穿罢了。他裹着床单，抓起床上的星空裙就丢我脚下。我挑了挑眉，衣服被撕裂了，光撕裂的线头补一下至少50万。更别说我堂堂远洋集团大小姐，可不是什么垃圾都回收的乞丐。尤其是还是被你穿过的东西，5000万，一分别想少。沈诗诗在沉默中爆发，就跟丧尸似的要向我扑来。我翘着兰花指，将第2份视频资料交给了警方。是沈诗诗在我房里用剪刀撕毁我名牌衣服的监控，我将以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起诉沈诗诗，包括我卧室28件衣服，累计损失高达5268万。王律师，接下来就拜托你了。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律师推门而入，他是我父母的御用律师，他现在能赶过来帮我处理，就证明我父母那边已商战成功。是，舒小姐。沈诗诗被带走的时候，整个酒店都被惊动了。不巧，这家酒店还是我父母名下的。为了安抚我的贵宾们，我给每间客房送了1支香槟。同样的，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在雷霆扫 H 前就安排了10几家主流平台的记者来蹲点此事。这次曝光的新闻
十分耐人寻味。男女主人公还都是华清的大学生，掀起的流量，又给我们贵宾尊享品质不凡的5星酒店打了一波广告。满意的同时，我掐指计算着最后一只过街老鼠的落网时间。沈建仁，就差你了。沈诗诗被逮捕的第2天，沈建仁也被我送了进去。我故意把财务章交给了他，而沈诗诗被抓时，我让律师言明，只要他能还清我5268万，就能被放出来。沈建仁也是好样的，拿着章直接去我父母公司作假证明，赚了6000万出来。他这种人还真是有钱拿没命花。挪用公司款项不足10分钟，他就被擒上了警车，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渣子都进了监狱。我周遭的空气都清新了许多。我挽着江兰的手，带她去我在华清边刚买的288方大平层。姐妹，从宿舍搬出来和我一起住吧。江兰捂着嘴，意味深长地和我说了一句：一起住只能是一时的，我们要不要一辈子在一起？哦，莫，是我想的那样吗？我有点小激动，可很快，我大平层对门的镶金大门被打开。前几天，江兰派来给我当男朋友的顶级帅哥，正姿态慵懒地撑在门框上。他薄唇轻启，道：瑶瑶，我帮了你那么多次，这次该轮到你帮我了吧？江兰的嗓音飘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哥，江恒。我惊了，原来江恒是江兰的哥哥。既然是哥哥，那也就是一家人了。我大手一挥，好说，什么忙随便提。江恒大长腿迈了2步，站在了我跟前，纤长美好的五指轻轻一揽，就将我拥入怀里。他道：我妈听说我有女朋友了，今晚想摆家宴，请我女朋友吃饭，不知道她今晚有没有空。我莫名红了脸。别说，江恒身上的气质特别吸引人，哪怕是他慵懒磁性的声音，都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撩拨。我被撩得晕晕乎乎的，超小声说道：有的。话音未落，我就被江恒霸道一带，然后被拉进了他388方的豪华大平层里。他循循善诱，既然都要见家长了，那我们要不要先复习下恋人的流程，省得晚上露了马脚？可以呀。怎么复习？他单手勾着我的下颚，另一只手搂住我的细腰。我来不及惊呼，唇角就被他俯身吻住。我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感觉自己快被亲死了。算了，亲死就亲死吧。江恒家这么有钱，总得给我准备个水晶棺材，不亏的。再说了，以后他要是欺负我，我就可以喊江兰一起揍死他。这生活简直美滋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